各位长辈乡亲，今年我赵磊的百亩成园大丰收，净利润300万。好，来敬大家一杯，敬赵总，敬赵总。这300万里有我兄弟陈周一份功劳。周子，这3年你帮我管果园，没日没夜的，辛苦啊！这里头是3万块现金。磊哥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300万的30%那是90万。90万？周子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地是我租的，树苗是我买的，渠道是我跑的，你干了啥？你天天蹲在果园里抠泥巴，真把自己当农业专家了？给你3万，完全是看在咱俩从小光屁股长大的份上。可你忘了当初你是怎么把我叫来，又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周子，你那个班啊就别上了，1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。你懂技术，来我这儿，哥给你利润的30%。你要不信哥，白纸黑字咱们签合同。你老拿5年前说事儿，关键现在你觉得你有那个价值吗？就是陈哥，做人得懂知足。磊哥现在请了市里农科院的专家，人家用的是进口化肥，一袋顶你捣鼓半个月的破营养液。明年磊哥的果园根本用不上你那些土方子。进口化肥？对，专家说了，能让果子再大一圈。你那些什么微生态、什么益生菌太慢了。现在是快节奏时代，谁有空等你的土慢慢养？赵磊的果园土壤已经到了极限，连续3年高强度挂果，地力透支严重。我一直用自己调配的微生态菌液强行维持着土壤的酸碱平衡。一旦停用菌液，改用高浓度化肥，土壤板结盐碱化会在极短时间内爆发。好，那就让我看看，没有我，你这成园还能不能种出好果子？你吹牛逼呢？就你那点破配方，真当是国家机密？我早就在网上查过了，不就是些普通的复活肥加点氨基酸吗？钱我收了，合同作废，咱俩2清。这就对了嘛！来，兄弟，喝一杯。以后在村里混不下去了，来找我，我果园缺个看大门的，1个月给你开2500。建国叔，哎，周子，啥事儿？村西头那座死土坡现在是谁的？死土坡，那是村里的集体荒地，那破地方全是石头和白碱土，杂草都长不了几棵。我包了。死土坡，我包了。周子，你包那破石头山干啥？种石头啊？还是想在那挖个坑把自己埋了？明天初1我不找你，初5上午9点我去村委会签合同，包30年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反悔了。这3万我先奖给黄毛，你那3万等我心情好了再说。赵磊，你真是半点底线都不留。我忍你1次2次，不是怕你，是不想把事儿做绝。好，赵总，用不了半年，赵磊的成园就会变成一片真正的死地，而那座死土坡会是我翻盘的筹码。我必须再去测一次土壤的微量元素数据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重度板结，盐碱超标。你小子除夕夜喝多了吧？这破地方你真要包？这是合同，我打好了，30年，1年5000。周子，叔劝你一句，你跟磊子赌气，没必要拿钱打水漂。这死土坡，当年镇上的农机站来测过，重金属超标，盐碱度高的吓人，种啥死啥。建国叔，这山底下的岩层结构，镇上测过吗？这里底下是喀斯特地貌边缘的碎屑岩层，虽然表层土板结，但地下水系极其发达。只要把表层土的微生态建立起来，打通上下水循环，这里的透水性和矿物质含量是种极品鲜橙的绝佳温床。你就吹吧，还极品，能长出叶子就算祖师爷显灵了。建国叔也在啊。周子，你的破烂我给你送来了，放在我那儿占地方。周子，我那专家今天到了，人家带的可是德国进口的水溶肥，1吨2万块。你那些破瓶底子，趁早砸了吧。磊子，大过年的少说2句。叔，我这是好心，我怕他在这死土坡上饿死，在这变魔术呢。
这是啥药？不是药，是微生物。它们在吃土里的盐碱，分解板结的矿物质。你的进口化肥只会让土壤死得更快。告诉你的专家，今年夏天有它枯的时候。少他妈在这吓唬人！老子用化肥赚了300万，你呢？你在这玩泥巴？咱们走着瞧，看秋天谁的果子卖得出去。微生态改良的第一步已经完成，接下来是彻底重塑这片土地的骨血。这是我逆袭的开始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就知道你又在熬夜。我爸今天去镇上割了点肉，给你留了一份。吃过了，你拿回去给你爸下酒。吃过了？你别硬撑了，全村人都等着看你的笑话。你连饭都不好吃，拿什么去种树？赵磊现在在村里专横跋扈，你往我这儿跑，李建国知道了要找你爸的麻烦。我不怕，当年要不是你教我爸种大棚，我家早破产了。你现在遇到难处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温度持续掉，菌种必死，50亩树苗会全部干枯。清源，你下山去吧，这里有我。我不走，你睡着种种就完了。你是不是没钱买滴灌水管了？我卡里还有2000块钱。用不着，我自己有办法。今天仔细算了下，50亩的死土坡要全面铺开微生态改良，需要几千米的 PVC 滴灌水管，还有大功率的水泵。2000块连买发酵籽料都不够。这丫头在镇卫生所上班，1个月才多少钱？不能拿她的钱去填这个污河，我必须想其他办法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赵磊，我来拿我应拿的钱。你不是挺牛逼吗？50亩死土坡都承包了，还差这点钱？那3万是我应得的，也是你承诺的，你不能一分不给。周子，成年人别讲承诺，我就不给，怎么了？犯法吗？你告我去啊！赵磊，我们是发小啊，从小光屁股一起长大，掏鸟窝、偷西瓜，挨揍都一起扛。我没想到，你真能做得这么绝。少跟我扯小时候，钱是我起早贪黑跑渠道担风险辛辛苦苦赚来的，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我想给就给，不想给就不给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那3万我必须拿。行，想拿钱是吧？把这桌酒喝了，3万我立刻给你。怎么怂了？刚才那股劲儿呢？不敢喝了。3万块，这3万块能买到水管，能买到水泵，能让 CZ1 益生菌流遍死土坡的每一个角落。只要熬过这一关，死土坡就能彻底翻身。嘿嘿嘿嘿嘿嘿。真是条好狗！陈州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这钱是给这些陪酒妹妹的，你想拿钱？行啊，把你吐出来的东西给我舔干净！把你吐出来的东西给我舔干净！我终于明白，跟这种人讲规矩、讲交易是多么愚蠢的行为。赵磊，你今日这般羞辱我，我记着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连仰望我的资格都没有。爸，清源，你们怎么还没睡？外面雨太大了，我出去找朋友借了点设备，资金的事已经解决了，明天就行了。
你当爹这双眼睛瞎了？大半夜的，哪个正经朋友请你喝洋酒，还把你淋成这副鬼样子？陈州哥，别硬扛了。我今天去镇上取了1万块，你拿去买设备。你疯了！这是你爸给你攒的嫁妆钱，我拿了这钱，村里人怎么看你家？你以后怎么在村里抬起头？这是爹在工地上搬砖，一块砖一块砖攒下来的1万块棺材本，拿去，加上清源的1万，凑够2万。这世道都说人走茶凉，可骨头里的血是热的。咱们陈家的人不看别人的脸色吃饭，你既然认准了那座荒山，就给老子干出个人样来，让赵富贵和赵磊那对王八蛋看看咱们的脊梁骨断没断。这是家人的命，是他们拼尽全力拖住我的希望，这笔账我拿命去填。这点钱去正规苗圃连100棵最普通的树苗都买不到，更别提能长出顶级果实的优良品种，必须找到性价比高的苗子。老板，这批苗子怎么卖？晚熟7成的残次苗，前2天大车拉货的时候闷了香，根系全烧坏了，叶子也掉光了。你要是当柴火烧，100块全拉走。主根没死透，普通人种不活，是因为受损的根系无法在普通土壤里吸收养分。但我有 CZ1 益生菌原液，只要种进改造后的微生态土壤，就能激活的生机。这批晚熟驰橙的基因底子极好，一旦救活，结出的果子糖酸比绝对能碾压赵雷果园里的那些大陆货。100块，我全要了。兄弟，丑话说在前面，这玩意儿种下去，要是活不出来，我可不退啊！不用你退。陈州哥，买苗你咋不跟我说一声？没多大点事儿。你今天下班怎么这么早？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大老远就闻到一股垃圾味儿。这种烂柴火你拉回去干嘛？准备给自己烧炕啊？孙大强，你别瞎说，人家陈大总监可是要用这些枯树枝在独山上种出金条来的呢。清源也是，放着镇上的好日子不过，非要跟着个要饭的捡垃圾。装什么装？我倒要看看你这些死树枝能活几天。磊哥，他真把那些死树种下去了？种下去了，土是毒土，树是死树。我找省农科院的专家问过了，这种残苗加上重金属土壤，活不过3天。咱们就等着看它怎么灰溜溜的滚出卧龙村吧。庆维，把残苗递给我，动作要快，根系不能在空气中暴露超过10秒。这破烂你也要？电机没烧穿，换个电容还能用。连电机带管子，一共多少？当废铁卖也就是个斤两钱。你拿走，给80就行。你承包那死土坡的事儿，镇上都传开了。听叔一句劝，那地邪得很，你砸再多钱也是打水漂。谢了，马叔。地邪不邪，得看种地的人骨头硬不硬。瞧瞧，大学生捡破烂回来了。赵磊昨天刚拉回来2套全新的进口滴灌设备，花了10好几万，拉着一车废铁，还真打算在死土坡上种出金蛋来。各家各户注意了啊！刚接到县气象台的通知，今年夏天咱们这片要碰上极端旱情，未来2个月可能一滴雨都不上，各家赶紧准备蓄水保树。陈州哥，村里的水库快干了，你这50亩地要是断了水，那些活过来的土马上就会重新板结。村里的水库指望不上，打一坑深水井至少要5万块。那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树苗旱死。跟我上后山。这批速效碰天王可是我托熟人弄来的内部货，价格只有市面上的1半，催果子的速度那叫一个猛。干得不错，赶紧让人撒下去，我要让陈州看看什么叫产量。我小时候听我爸说过，这后山以前有个老山泉眼，后来村里修了水库，这地方没人管，遇到几次泥石流就被彻底堵死了。出水了！
大自然给的才是最好的。抽，把水库底下的泥浆给我抽上来，一棵树灌2桶，我就不信这邪。老板，这水渗不进去啊，土全板了，一浇水全浮在上面，树根泡在热水里，这是要煮熟啊！你给我闭嘴！水浇下去还能死？你懂个啥？给我继续浇！磊哥，这天太毒了，咱们前期那彭大王下的猛，根子本来就浅，现在这土一层盐霜，水一泡，底下的根全烧烂了。你现在跟我说烧烂了，你当初拍着胸脯说这药能催果子的时候怎么不说？我告诉你孙大强，这片园子要是保不住，我拿你填坑。这可是我砸了全部身家弄的园子，陈州那穷鬼滚了，我照样能发财。可这树怎么就不长眼呢？这天气是不是专门跟我作对？地表温度42度，土层下10公分，温度28度，湿度65%。陈州，你这土绝了，外面晒得冒烟，这土底下还是凉的。益生菌把土里的有机质分解了，形成了团粒结构，这就等于在树根底下铺了一层海绵，天再热，水分也蒸发不出来。我刚才路过新龙果园，赵磊正逼着工人浇泥浆水呢，那土板的跟水泥一样，太阳一晒，水温少说有50度，他那是在煮树根。这世上所有的捷径，标价都在暗处。大自然的规律从不跟任何人讲人情。种地不是炒股，你糊弄土，土就糊弄你的命。磊哥，跟你说个不好的消息，我刚路过死土坡，发现陈州种的树都长出果子来了。你看，凭什么？这死土头明明是个连草都不长的废地，陈州连化肥都买不起，凭什么他的树长得这么好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陈州，你是不是往我地里投毒了？投毒？你那片地还用得着别人投毒？你少装蒜！凭什么你的树没事儿？你到底用了什么邪门味道？我用的是土，你用的是药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放屁！我的药是花大价钱买的，你那土土就是一堆烂泥。你的大价钱买的是面子，现在面子被太阳烤化了，里子烂透了，回去准备违约金吧，你躲不掉的。周子，你先别忙了，哥给你商量个事儿。有事说。哥这几天遇到点难处，那园子里的树确实像你说的根子有点毛病，你能不能帮哥调调土？哥不白用你的，这有2万块，你先拿着，只要你肯过去帮哥调调土，把这关对付过去，哥给你开3万的月薪，咱们还是兄弟，对不对？兄弟？你眼里除了利益，什么时候把我当过兄弟？你的土已经板结了，盐碱度超标3倍，现在就算把整个水库的水全倒进去，根系也吸不进去一滴。那怎么办？你肯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你这死土坡都能救活，我那是好地啊！周子，算哥求你了，你拉哥一把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你的地没救了，留着钱还债吧。陈州，你少他妈给脸不要脸！老子就算破产，也比你这玩泥巴的强！你给我等着！你干什么？想跑？磊哥，这园子真没救了，我留下来也帮不上忙，我家里还有点急事儿。急事儿？你拿了老子5万块钱的技术指导费，现在把树全搞死了，你跟我说家里有急事儿？这也不能全怪我，是你非要产量，非要用那种猛药的，天灾人祸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哪有什么天灾，只有你这个人祸！我今天打死你这个骗子！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，受强对流天气影响，预计今明2天将有特大暴雨。这老天爷的脾气从来不打折扣，真正的洗牌现在才开始。磊哥，别下去了，水太深了，树都死透了，捞不上来了。滚！老子的树没死，还能救，还能救！完了，全完了！500万的违约金，高利贷的催收，我这辈子翻不了身了。陈州，雨太大了，先回屋避一避吧。不行，这条沟必须通，不然水会倒灌进蓄水池，把益生菌原液污染了。这些果子好像全活过来了，
连这暴雨都打不落他们。根扎的够深，风雨再大也只是洗礼。赵磊那种浮在表面的烂摊子，早就该被冲刷干净了。老天爷，你瞎了眼啊！为什么要这么搞我？听说了吗？赵磊那小子彻底完了，500万的违约金，今天早上高利贷上门，把他的大 G 都开走了，活该，让他平时那么狂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陈州那死土坡的果子也快熟了吧？就那破地种出来的东西能吃？好香，这香味太霸道了。18.5度，市面上最好的特果也才14度。偏硫酸泉水加上益生菌的发酵，把土壤里的微量元素全部转进了果实里，这就是死土坡的标准。爸，尝尝，咱们的心血没白费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我种了一辈子地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这第一颗果子就是敲开那些资本大门最硬的砖。周总，您看，这真是一场天灾。我那批货，您能不能宽限几个月？定金我慢慢退给您。赵老板，生意就是生意，我签的是供货合同，不是慈善捐款。货交不出来，就按合同走违约程序，法务下午会联系你。下沉市场的承包商就是这么不靠谱，一场暴雨就全军覆没。看来今年的高端礼盒配额又要缺口了，这破地方真是白跑一趟。陈州，咱们就这么拉着去县城，这种品质的果子，普通贩子根本不识货，肯定会拼命压价。好东西得卖给懂行的人，普通渠道消化不了，咱们就去找金字塔顶上的人。小伙子，麻烦让让，周总大老远跑一趟靠山村，空着手回去，不觉得亏吗？你是哪位？赵磊的人，死土坡，周。这果子哪儿来的？刚从树上摘的，尝尝。这果子你种的？这口感没有化肥的涩味，果酸和果糖的融合度完美，这不可能是在这种穷山沟里种出来的。土给力，果子自然好。周总，这果子能入你的眼吗？这小子是个行家，这果子要是包装成顶级礼盒，在省城能卖到天价，绝对的垄断利润。真人不露相啊！这果子我全包了，价格好商量，咱们签个10年独家供货协议，保证你吃穿不愁。全包。周总打算出什么价？2块1斤，这个价格在你们这穷乡僻壤绝对是天价了。老弟，跟着我干，你这辈子都不用再种地了。2块1斤确实不少，但我这死土坡的果子不按斤卖。不按斤卖？那按什么？按个。老弟，年轻人有野心是好事，但别贪心。没有我的物流和渠道，你这果子再好，常温态放不过48小时，最后只能烂在山里。规则就是真理，以前的规则是你定的，但从这颗果子下树开始，规则得改改了。年轻人别太气盛，这10里8乡的物流我都打过招呼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满山的果子怎么运出去。陈州，周明辉说的对，咱们没有冷链物流，这果子保鲜期太短了。他要是真把县里的物流都封杀了，咱们怎么办？他的渠道吃人不吐骨头，一旦签了字，死土坡就成了他的代工厂。我要的不是卖果子，我要的是定价权。可是现在连买家都没了，定价权有什么用？传统渠道走不通，那就直接掀了这块桌板。中间商赚差价的时代该结束了。你那个用来记录果园日常的短视频账号，现在有多少粉丝了？才5000多，都是些看风景的散粉。怎么了？开直播，今天咱们直接把铺子开到全国。家人们好，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家的果园，很高兴。现在农村的水果都是打膨大剂催出来的，又酸又涩，白给都不吃。不用膨大剂，不用化肥，这土是用微生物益生菌发酵了4个月养出来的。灌溉用的是地下30米的偏水酸泉水，超市里的特级果，甜度最高14度。你们看好了。我操，这爆汁率假的吧？里面注水了？这颜色看着好诱人，我咽口水了。18.5度，黄金酸甜比。主播，这果子吗是不泡在糖水里长大的吗？这土里长出来的规矩，今天我说了算。管它真假，我先来1箱尝尝。买回去不好吃，我陈州连本带利退给你们。上架多少钱1斤？ 5块，按箱卖。5块。高端水果的受众
买的从来不是便宜，买的是稀缺，是不可替代的极致体验。降价只会毁了死土坡的招牌。网友会骂死我们的。就这个价，上500箱。空了，500箱，3秒钟全抢光了。陈州，咱们真的做到了，绕开了周明辉，直接把果子卖出去了，而且价格翻了4倍。这只是第一步，这批果子到了他们手里，口碑只要一发酵，周明辉的封锁网就会彻底变成一个笑话。17万够还清那些零碎的欠债，也够让家里那漏雨的破屋顶换个新模样了。村里人都在传你得罪了省城的大老板，果子全烂在山上了。你跟爸说实话，这到底是真是假呀？爸，别听村里人瞎嚼舌根。这哪来这么多钱？你去抢银行了？没偷没抢，这是卖果子的钱。第一批货在网上全卖光了，价格比超市里最好的果子还要高。这3年，为了帮赵磊打理果园，我没日没夜的泡在泥地里，换来的是除夕夜的3万块施舍。这笔账，我今天开始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爸，这些钱你拿着，先把村里那些亲戚的借款还了，剩下的留着给您买点好吃的。好，赚到钱就好，这钱得存起来，留着给你娶媳妇儿用。媳妇儿的事儿以后再说，明天我就去镇上找施工队，咱们家这漏雨的屋顶，还有这开裂的墙，全拆了重盖。我要盖村里最敞亮的砖瓦房。那得花多少钱？这屋子还能住，修补一下就行了，别瞎折腾。这事儿听我的，咱们苦了大半辈子，不能再让别人看笑话了。赵磊，你个缩头乌龟，给老子滚出来！500万的违约金你还不清，连我们农资店的30万化肥钱你也想赖账？再不出来，老子今天就把你这房子点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，果子全烂了，周明辉也翻脸了，这帮催收的根本不讲理，我得找个替死鬼。对，陈州，那3年的利润都是他搞出来的，凭什么现在债务全让我一个人背？陈州，你终于来了！建国叔，你给评评理，这兴隆果园前3年都是他打理的，他就是技术合伙人。现在果园出了事，这500万的债务他必须承担1半。你就是那个合伙人，行啊，今天拿不出钱，你们俩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门。周子啊，这事儿确实棘手，虽然你现在单干了，但以前毕竟是一起做事的。赵磊现在走投无路了，你赚了钱能帮一把，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帮一把。你别不认账，全村人都知道这果园是你弄的，你跑不了。这里头是3万块现金，拿着过个好年。钱我收了，合同作废。大家听清楚了，白纸黑字，语音为证，他的债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谁要是再敢把这烂账往我头上扣，咱们法庭上见。好啊，你个姓赵的，拿个录音来忽悠老子是吧？既然他不是合伙人，那这钱就得你一个人还。大哥，宽限几天，我把果园卖了还你们。卖果园？你那地里全是化肥毒出来烂泥，树全死了，卖给都没人要，你拿什么卖？别动我的车，这是我的车。赵老板，你的车已经抵押给车行了，贷款逾期，我们按合同办事，赶紧让开。靠压榨土地和坑害兄弟建立起来的虚假繁荣，终究抵不过一场暴雨。赵磊，你的时代结束了。周子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兴隆果园那1000亩地，土壤盐碱化极其严重，农业局的专家来看过了，说至少要修通3年才能重新种东西。你现在接手，这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。那是专家没本事，死土坡那种绝地我都能救活，这1000亩平地算什么？陈州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那片地已经彻底废了，就算你用那什么狗屁益生菌，也不可能把毒土洗干净。你接手就是自寻死路。这地在你手里废了，是因为你贪得无厌，把化肥当饭喂。但在我手里，它能变过长出黄金的宝地。1000亩的平原河谷，地势平坦，水源充足，只要用我的 CZ 益生菌进行深层微生态洗土，1个月就能恢复活性。你眼里的毒药是我手里的王牌。既然你铁了心要接，那就按程序走。赵磊欠外面的债太多了，这果园的传让费直接打到法院的监管账户里，100万少1分都不行。刷卡。陈州，这1000亩地，光是清理这些死树就要花不少钱，咱们账上的资金还够吗？直播的预售款还在陆续进账，只要把这块地拿下，死土坡的产量就能翻10倍。到时候，就算周明辉把全省的物流都封死，我也能用直升机把果子运出去。撞什么大尾巴狼？1000亩的盐碱地，树根都烂成浆糊了。你一个种死土坡的穷光蛋，拿头去填这个坑，等你把卖果子的钱全赔进去，老子看你怎么哭！这地算是彻底废了，
昨儿我进去看了一眼，那土面上全是白花花的盐碱，连根野草都长不出来。周子这次托大了，年轻人赚了2个钱，烧得慌。100万买这么个烂摊子，我看他那点身价，年底就得赔个底掉。3年，我在这块地里熬了整整3年，每一棵树的挂果率我都能背下来。你赵磊用一堆劣质化肥，3个月就把这片地喝干了血。今天这笔旧账该清了。各位叔伯，今天当着大伙的面，我立个规矩，从今往后靠山村再也没有兴隆果园，这地方以后叫死土坡生态种植2厂。这地里埋的不是死树，是过去那种吃人不见血的烂规矩。今天我连根拔了。好重的氨气味，这地已经彻底坏死了。周子，这活太重了，光靠咱们爷儿俩加上村头那几个零工，这满地的死树1个月都清理不完，更别说还要翻土滴灌了。村里现在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，剩下的老弱病残，谁愿意来干这苦力活？再说了，他们都觉得这地没救了，给钱都不一定肯来。给钱不来，那就给干股。啥干股？咱们自己单干，永远防不住别人眼红。周明辉能封死我的物流1次，就能封死第2次。要破这个局，就得把整个村子绑在一辆战车上。赵磊的失败，就在于他把所有人都当成可以随时丢弃的抹布。我要建立的是一个以死土坡标准为核心的工业化农业堡垒。第一步，就是把这些散户变成我的生产线工人。爸，别干了，去村委。今天下午我要开全村大会。大家静一静，今天把大家叫来，是周子有话要说。他现在包了兴荣那片地，想搞个什么合作社。周子，你给大伙讲讲吧。这小子胆子越来越肥了，100万买块废地不说，现在还要拉全村下水。这要是搞砸了，上面查下来，我这村主任的帽子还得跟着掉。我得把话往外推，绝不沾包。各位，我就直说了，我准备在村里成立死土坡生态农业合作社，大家家里的散地只要愿意，都可以并入合作社。周子，你这话啥意思？并进去，地还是我们的吗？你别是想空手套白狼，把我们那点保命的地都骗了。就是，你那死土坡是赚了点钱，可你现在接了赵磊那个烂摊子，自己都泥菩萨过江了。我们把地交给你，穷怕了的人是不见兔子不撒蝇的。跟他们谈理想谈未来，不如直接把钱拍在桌子上。我陈州做事不画大饼，这是20万现金，作为合作社的第一笔风险保证金，存进村委的公账。并入合作社的规矩只有3条：第一，地还是你们的，但种什么怎么种全听我的，我出独家微生态原液，我派人指导滴灌。第二，产出的果子只要达到我的甜酸比标准，合作社以市场价的2倍保底收购。第三，如果因为我的技术原因导致绝收或者卖不出去，损失全算我的。这20万就是赔给你们的底子，不够的我砸锅卖铁补上。一轮保底收购，亏了包赔，这是真的吗？会不会是什么新的骗局？周子，这条件可是你说的啊，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，你可不能反悔。明天上午9点，我在村委办公室摆桌子，愿意签的带着土地本过来。赵老板，你听见喇叭里喊的没？陈州那小子疯了，保底收购还包赔，他这是要把全村的地都吞了呀！他做梦！老子的地被他抢了，现在他还想当全村的救世主。赵老板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看着呀。他不是吹牛逼说他的技术牛吗？那些泥腿子现在被钱迷了眼，要是他的果子出了问题，看谁还敢跟他签合同。你有什么主意？对，激素、农药，只要名声臭了，周明辉那种大老板绝对不敢收他的货。到时候他那20万保证金连塞牙缝都不够。老子现在就去写文章，搞臭你的名声。大强，去网吧找几个人把这事儿给我狠狠炒作，我要让他陈州身败名裂。周子，你昨晚开出的条件确实诱人，但叔得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种地讲究个土肥水勤。你这地里我连1粒复合肥的影子都没看见，不用化肥，不用农药，这果树吃什么喝什么，它能长出好果子来？老一辈的农民被农资店的化肥农药洗脑了几十年，在他们的认知里，不打药不施肥等于绝收。要打破这种认知壁垒，光靠嘴说没用，得让他们看到超出常理的物理现象。七叔，您种了一辈子地，咱们今天不看树，看土。
这土怎么有一股子发酵的香味儿？这就是我说的微生态人液，它不是化肥，它是一群活的益生菌，它们在土里吃掉那些有害的盐碱，拉出来的东西就是最顶级的有机肥，根扎得深，树就抗旱抗涝。前几天那场暴雨，赵磊的地淹死了，我这里一滴水都没积下，全被这海绵一样的土吸进去了。活见鬼了！老汉，我种了40年地，头一回见把死土养成黑土的。七叔，带着村里人跟我干，我保证3年内靠山村家家户户都能盖起2层小洋楼。好后生，就冲你这手养地的本事，叔信你。我那10亩好地，明天就并来，我这就去挨家挨户敲门，谁敢不签，我拿铁锹抽他。喂，机子到时间了，加钱还是下机？加，给我开通宵。陈州，你不是想搞合作社吗？你不是想当老大吗？明天一早，只要这帖子在县里发酵，我看哪个渠道商敢要你的毒果子，我要让你辛辛苦苦养出来的黑土变成你的坟墓。你们看，这都传遍全县了，说陈州那果子是打了一种叫什么彭大苏2代的违禁药，吃了要绝户的。我就说嘛，死土坡那种绝地，怎么可能几个月就长出那么大的果子？原来是科技狠活，这要是卖出去吃坏了人，咱们这些病了地的都得跟着坐牢。大兄弟，你们别瞎说，我家周子天天在地里熬原液，从来没买过1瓶农药啊。大哥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现在网上都传开了，县里农管所的电话都被打爆了。这合同我们不签了。我们走。赵磊这招虽然下作，但确实打在了农产品最致命的软肋上——食品安全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，跟村民解释没用，跟网友对骂更没用。唯一的破局点是降维打击。周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现在全村人都说你是毒贩子，这肯定是赵磊那小畜生干的，咱们去找他拼了！爸，拼命是弱者走投无路才干的事儿。尝尝，造谣诽谤转发超过500次够判刑了。我现在去镇上派出所报案，然后带上果子，直接去市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。市里、县里不能检吗？县里的机器精度不够，测不出果子里完整的微量元素图谱。我要拿的是国家级 CMA 认证的铁证。这都中午了，周子怎么还没回来？别是检出了什么剧毒，直接被市里扣下了吧？还用问吗？肯定是不敢回来了。我那朋友在县里听说了，他那果子里全是激素。你少放屁！治安官还没找你算完账呢。各位，这是市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加急做出的全图谱分析报告，大家自己看。农药残留未检出，重金属超标未检出，人工合成激素未检出。这下面写的啥？果实糖酸比18.5，富含天然偏硅酸和多种有益微量元素，评级特级优等果。我就说周子的黑土能种出金疙瘩，纯天然的特级果，这在城里得卖天价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不用化肥，怎么可能种出特级果？他作弊，他一定买通了质检局。赵磊，这份报告就是你诽谤罪的最后一份证据，准备好卖房子赔我的名誉损失费吧。你个缺德带冒烟的玩意儿，自己地种废了，就想毁了咱们全村的财路，滚出靠山村！陈州，只要我把这百草枯倒进你的滴灌管道，一晚上让你的神仙城死得连根毛都不剩。你断我的活路，老子今天就拉着你一起下地狱，谁也别想好过。赵磊，我给过你拿3万块钱体面走人的机会，也给过你在破产清算时重新做人的时间。你自己选了最脏的一条路，那就别怪这地里的泥埋了你。差不多了，这小子手脚挺麻利，别让他把药倒进去了。麻烦治安官了，大半夜让你们跟着蹲点，干的就是这个活。这小子白天在村里晃悠，我就觉得他眼神不对劲儿。走吧，收网。谁？干什么的？靠山镇治安官，别动，手抱头蹲下。陈州，你阴我！你早就知道我要来是不是？你故意装监控坑我！农药是你自己买的，水泵是你自己拧的，
我哪步阴你了？你个白眼狼，没有我新龙果园收留你，你早饿死在街头了。你现在发达了，眼睁睁看着我被贷款逼死，你就不能放我一马？这就是他的逻辑，他永远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。3年前他剥削我的时候觉得理所应当，现在他偷我的东西，依然觉得是我不够宽容。跟这种人讲道理，不如让法律教他做人。满天神佛救不了寻死的人，老天爷给过你路，你自己把桥拆了。这烂泥坑是你自己挖的。李所，人赃并获，剩下的按程序走吧。带走。陈忠，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七叔，你说这果子真能按陈州说的那个价收吗？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昨晚一宿没合眼。慌什么？没看见人家省城的冷链车都开到家门口了吗？周二办事什么时候差过？陈总，最后一车装完了，总共12万8千斤，品质全是1级棒，没得挑。按照咱们签的协议，每斤收购价60块。农民是最实在的，你给他们讲理念、讲规划，都如把真金白银拍在桌子上。只有看到钱，他们才会真正把心交给你，这合作社的盘子才能彻底稳住。各位乡亲，静一静，今年的收成出来了，扣除前期的微生态原液成本、水管折旧和物流费，现在开始发分红。首先是七叔入股10亩地，农产果量3万斤，扣除成本，净利润12万。多少？12万！我种了一辈子地，连10万块钱都没见过啊！七叔，拿好，这是您应得的。您带头信我，我陈州绝不让您吃亏。乡亲们，周子没骗咱们，这地真能种出金子来！王大强5亩地6万，刘婶3亩地3万。只要大家肯踏实干，严格按我的规矩养地，以后年年都是丰收年。清源跟着我的时候，是我最难的时候。那时候死土坡连根草都不长，全村人看我像看个疯子。他一句话没说，把娘家给的嫁妆钱全拿出来给我买水泵。这笔账我陈州记一辈子。女人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，急也没用。你妈当年生你折腾了1天1夜。爸，我不累。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。我拼了命的搞技术，跟赵磊斗，跟周明辉斗，跟天灾斗，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牛，我只是不想再让我的家人为了几百块钱去受别人的白眼。谁是许清源的家属？恭喜，是个女孩，6斤8两，母女平安。我是她丈夫，我老婆怎么样了？产妇很虚弱，正在里面观察，一会儿就能推出来了。你先看看孩子。傻看什么呢？包得那么僵，孩子都不舒服了。老婆辛苦了，这几年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，以后不会了，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。我不委屈，你干的都是正事儿，我信你。给孩子想好名字了吗？想好了，叫陈念。念土地之恩，没有那片死土坡，就没有我陈州的今天；念亲人之情，没有你们的兜底，我走不到现在。陈念，好听。满月酒咱们回村里办吧，大家伙都盼着呢。好，大办。哎，你们听说了没？赵磊在里面跟人打架，又被加2个月拘留，他那是活该，自己作死。听说他那果园现在被法院查封了，连他那辆大 G 都被拖走抵债了，真是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呀！各位乡亲，今天是我女儿满月的好日子，感谢大家捧场。过去这1年，咱们村经历了天灾，也经历了一些人祸，有的人发了财，有的人走了弯路。但我陈州在这里表个态，只要是在这靠山村的土地上，只要愿意踏踏实实跟着合作社种地，过去的恩怨今天彻底翻篇，以后大家一起过好日子。敬陈总，敬合作社。感谢当年那3万块钱，他让我明白尊严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挣的。也感谢那座石头山，它教会我最绝望的地方往往藏着最大的希望。